你知道吗？最近在科技圈啊，我注意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哦，是什么？就是好几位我长期关注的科技部落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发文。他们都说啊，受够了，决定要抛弃用了几十年的 Windows 或是 macOS，要全面转向 Linux。啊，我知道你在说哪件事了。这确实是一股值得注意的暗流。对啊，这让我心头一震。那个被大家当成梗开玩笑讲了20年的 Linux 桌面元年，难道这一次是来真的吗？哈哈，是不是元年还很难说啦。所以为了替你搞清楚状况，我们梳理了一叠资料。哦，有哪些？里面有科技论坛 /dot 上的一篇热门讨论，它汇总了4位知名部落客的心路历程，还有来自 Linux 专门新闻网站 Tux Machines 的报道。然后还有一则我觉得可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重磅消息，是来自晶片大厂 NVIDIA 的官方部落格。NVIDIA 也掺一脚。对，最后还有一篇软体工程师 Gergely O'Rourke 发人深省的短文，谈的是当代科技工作者的那种心境变化。好的，资料都到齐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帮你拆解这个趋势，看看这到底是几个技术宅的一时兴起，还是代表了某种更深层的转变。完全正确。这背后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对于每天在用的电脑那个期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没错，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是现在？他们转换系统的真实体验究竟是找到了天堂，还是掉进了另一个地狱？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拉锯战。我们到底想要的是极致的便利，还是完全的掌控权？便利对决掌控权，我喜欢这个切入点。好，那我们就来一层一层把它扒开来看。好，究竟是什么样的怨气，能把这些科技专家从他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舒适圈里硬生生的给推了出来？几乎所有资料都指向同一个元凶，就是对 Windows 11普遍的失望跟厌倦。而且这不是小抱怨哦，这是一种信愿的崩溃。The Verge 的编辑就用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总结。他说了什么？他说：“我终于受够了，去他的我要安装 Linux。”这话说的有多重？哇！要让一个人放弃几十年的使用习惯，那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整座谷仓都压上来了。你这个比喻很好。对 Notebook Check 的作者来说，那个压垮他的谷仓就是一次强制更新。又是更新。对，他在文章里提到，有一次 Windows 在他完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自己更新，结果怎样？竟然直接把他的 Linux 词区给删了。太扯了吧！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后的底线。他当下就决定豁出去了，把 Windows 11整个铲除。哇，这听起来不只是系统不稳定，这更像是一种根本上的权力转移耶。使用者会觉得这台电脑不再是我的了，没错，而是微软可以随意进出、任意改造的一个展示间。你抓到重点了，这就是失去控制权的焦虑。在 Slashdot 上有一位教授紧急通讯课程的老师 O.O. Sok， 他的经验更是痛苦。他的课程需要电脑连接无线电设备，在 Mac 跟 Linux 上都跑得好好的，但在 Windows 11上，他说根本是一场噩梦。他还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 Windows 更新，是什么词？叫做 BOICHA 更新。BOICHA， 这是什么缩写啊？就是 Bend over, here it comes again， 弯下腰，它又来了。哈哈，这也太传神了。他说这些更新会随意改变他的声音设定，导致他每周都得花时间重新除错。你想想看，对一个靠电脑教课的老师来说，这已经不是不方便，是直接影响到他的饭碗了耶。真的，有一位使用者在他的留言里形容的更绝。他说每次 Windows 进行那种非自愿升级，都让他屁股夹紧，完全不知道下次开机后会有什么新的地狱在等着他。是突然冒出来的广告，还是哪个驱动程式又失灵了？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信任最大的杀手。对，所以另一则评论才会那么尖锐地说，微软错了，他们在柠檬水里尿了太多尿，越来越少人想喝了。哇，这股强大的推力就是他们出走的起点。好吧，所以他们因为受够了这些鸟事而出走。但这种因为我恨你才离开的关系，
通常都不会太顺利耶。他们真的在 Linux 找到了真爱，还是发现 OS 这只是另一种更折腾人的噩梦？这就进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区。我们先说说优点，也就是 Linux 的拉力。好，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亮点是游戏体验。游戏这点我很有兴趣，毕竟很多人不换系统就是卡在游戏这一关啊。没错，以前大家总觉得 Linux 就是工作的命，跟玩游戏绝缘，但时代真的变了。Escapist 杂志的作者就说，他在 Linux 上有非常棒的游戏时光。哇，这主要归功于 Valve， 也就是那个游戏平台 Steam 的母公司，他们开发了一个叫做 Proton 的相容层。底下 Proton 是什么？这听起来很专业，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难道像是把一张 Blu-ray 光碟放进录影机里还能播放吗？你这个比喻很到位。你可以把 Proton 想象成一个超级厉害的即时翻译机。即时翻译机？对，当一个 Windows 游戏在 Linux 上跑的时候，它会对系统下达 Windows 的指令，但 Linux 本来是听不懂的嘛， Proton 就在中间瞬间把这些 Windows 语翻译成 Linux 语。虽然翻译过程会有一点点效能耗损，但那位作者说，他玩最新的游戏，画面更新率还是能跑到快144 FPS， 那一点点损失根本无伤大雅。原来如此，这等于是帮 Linux 开了一个外挂。那除了游戏，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另一个更核心的拉力，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掌控权。掌控权。Notebook Check 的作者有一段话总结得特别好，他说，Linux 给了我自由去搞坏我的电脑，然后再亲手修好它，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东西。这跟在 Windows 或 macOS 上的体验完全相反。在后者，你遇到的问题通常是系统本身的限制或错误，你只能等官方修复。但我得在这里打断你一下。请说。对于一位软体工程师来说，自由去搞坏再修好，听起来像个有趣的周末挑战。但对我这种普通人来说，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一场噩梦啊！哈哈，我懂。我只想我的电脑能顺利开机，让我工作看影片。我可不想花45分钟上网爬论坛文章，只为了让选单的字能正常显示出来。这整个 Linux 的风潮，难道只是给那些喜欢自虐的人玩的吗？你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这也完美的衔接到了转换过程中的现实面。你刚刚说的就是专家口中使用者必须支付的爱折腾税 Tinker's Tax。爱折腾税。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享用那份自由就得付出时间和脑力当做代价。听起来这份税不便宜啊。一点也不。就拿那位享受搞坏再修好的作者来说，他在 MacBook Air 上安装 Artix Linux 之后，开机第一件事就傻眼了。怎么了？没有无线网路，因为系统没有内建驱动程式，他只好翻箱倒柜，找到一条实体网路线和转接器，才连上网去下载驱动。天哪，光是第一步就劝退90%的人了啦。还没完呐。他后来想换一个叫 KDE 的桌面环境，结果又遇到奇怪的显示错误，像是选单变成白底白字，根本看不清楚。哇！为了解决这个小问题，他花了整整45分钟阅读使用手册和论坛文章。他说整个过程相当令人混乱。这就是爱折腾税最真实的体现。没错，而且软体的相容性依然是个大问题。很多 Windows 上的小工具，像是截图软体 Greenshot， 在 Linux 上找不到替代品，你就得强迫自己改变工作流程。那对重度游戏玩家呢？除了 Proton 之外，这可能就是个无法妥协的点了。很多最热门的线上游戏，比如 Fortnite 决胜时刻，他们为了防止作弊，都用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反作弊系统，而这套系统目前是完全不支援 Linux 的。所以如果你是这些游戏的铁粉，那很抱歉 ，Linux 目前还不是你的归属。我注意到一件事这些部落客选择的 Linux 版本名字都好奇怪 ，CatchyOS Artix。我得承认，我对 Linux 的印象还停留在 Ubuntu。哈哈，
这些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过，这感觉就像走进一家精酿啤酒吧。本来以为只有百威和海尼根，结果酒保递给你一本厚厚的酒单，上面全是看不懂的名字，新手是不是光在门口就吓跑了？你的比喻完全说中了 Linux 生态的核心，极度的多元，同时也带来了极度的困惑。你提到的 Cache OS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辆为了赛道而爆改过的跑车，它基于 Arch Linux， 专为追求极致游戏效能的玩家设计。而 Artix 呢，也是基于 Arch， 但它更像是给老派的手排车爱好者，它拿掉了一个叫做 Systemd 的核心元件。Systemd 那又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汽车的引擎启动与管理系统。绝大多数 Linux 版本都用它，一般使用者也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那为什么要拿掉？但在 Linux 的硬核社群里，用不用 Systemd 是一个巨大的哲学争议，有点像豆腐脑该吃甜的还是咸的。我懂了。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在留言区里更是炸开了锅，有人推荐这个，有人推荐那个，新手看的只会更头大。我好像还看到留言区在吵那个 Cache OS 是不是在搞行销？是的，这也反映出社群的另一个面向。有使用者质疑 Cache OS 怎么突然冒出来，怀疑是病毒式行销，但马上就有人反驳。说他在一个叫 DistroWatch 的排榜网站上是真的第一名，而且自己用得很开心，认为它确实满足了游戏玩家的特定需求。这种活力和争论也是 Linux 世界的一部分。好吧，那驱动程式的问题呢？这好像是 Linux 圈子里永远吵不完的圣战。有人说早就不是问题了，有人说还是一场灾难。资料里是怎么呈现的？这场圣战在来源资料的留言区里打得非常激烈，正方也就是认为问题不大的使用者，有人说他用了20年的 Ubuntu 和 Debian， 从没遇过严重的驱动问题。还有人说他反而在 Windows 上遇到的驱动问题还比较多，但反方的意见听起来也非常真实。比如说，马上就有人回呛，是吗？那博通 Broadcom 的无线网卡呢？虽然我不知道博通网卡是何方神圣，但我隔着荧幕都能感觉到，这句话一出，肯定有成千上万的过来人发出了会心一笑的叹息。没错，这显然是个经典的痛点。对，它就是 Linux 长期以来的一个噩梦。还有人提到混合显示卡，就是 Optimus 的支援问题。最惨的是一位使用者，他在一台最新的华硕 Z3 OLED 笔电上安装 Linux， 结果呢？结果是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能用。哇塞！所以结论就是，你的体验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硬体。如果你的硬体很通用、很主流，那可能一路顺风。但如果你用的是特殊或最新的硬体，那中间的差异可能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聊到这里，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股风潮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昙花一现，最终大家受不了折腾，又乖乖回到 Windows 的怀抱？还是说有什么更深层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发生？要回答这个问题 ，NVIDIA 在他们官方部落格上发布的一则消息，可能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NVIDIA 宣布，他们即将推出原生的 GeForce Now Linux 应用程式。GeForce Now 就是他们的云端游戏服务，对吧？这在技术上代表什么？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再为硬体和驱动程式烦恼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游戏界的 Netflix。真正的游戏运算是在 NVIDIA 远端的装置顶级 RTX 5080显卡的超级电脑上进行，然后把游戏画面即时串流到你的电脑上。你的电脑哪怕是一台老旧的笔电，只要网路够快，就能享受到光线追踪、DLSS 4这些最顶尖的游戏技术。哇，所以这等于是釜底抽薪，直接绕过了我们刚刚讨论的整个驱动程式噩梦。完全正确，这对于那些因为游戏而犹豫是否转换到 Linux 的使用者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等于把最大的门槛给移除了。对，基于这个趋势 /dot 的留言区里，有位使用者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想。
他认为，未来微软的主要收入将不再是作业系统，而是他们的 Azure 云端服务。哦，这个论点也很有趣。他接着推论，到了那个时候，微软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 Microsoft Linux 发行版，然后让 Windows 功成身退。等等，这太疯狂了吧！微软推出自己的 Linux， 这听起来就像麦当劳宣布他们以后要改卖华宝一样不可思议耶。哈哈 ，Windows 可是他们的金字招牌，他们怎么可能放弃？这听起来确实很疯狂，但那个留言的逻辑是这样的：微软现在的战略核心是云端，如果他们能透过推出一个超级好用的 MS Linux 来吸引更多开发者使用他们的 Azure 云端平台，那桌面作业系统是什么，或许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当然只是个猜想，但也点出了一个可能性：未来的战场已经不在你我的桌面上了。这一切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核心张力——便利与控制权。对，云端游戏和 AI 可以说是便利的极致展现，你几乎什么都不用管，所有复杂的工作都在云端完成。但另一边，我们又看到这些部落客，他们逃离 Windows， 恰恰是为了寻求最底层的控制权。你完美地总结了这份矛盾，这也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软体工程师 Gergely Oros 会在他的文章里说，他对于 AI 将会写掉大部分程式码这件事感到一种悲伤。悲伤？对，他怀念的不是写程式的辛苦，而是那种全心投入、克服复杂挑战后亲手打造出东西的成就感。这跟那位说 Linux 让我能搞坏再修好它的布洛克心态，简直是异曲同工。没错，一个是对工具逐渐变成黑箱的失落，另一个则是对深入理解掌控工具的渴望。是的，这或许就反映了面对未来科技专业人士的两种不同路径。一种是拥抱更高层次的抽象化，把复杂性交给 AI 和云端，追求效率与便利。另一种则是反其道而行，回归底层，寻求理解与控制，而 Linux 正好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出口。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发现。确实有一股由科技专家引领的，因为对 Windows 失去信任而转向 Linux 的趋势。但这趟旅程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充满了挑战与回报。它既赋予了使用者无与伦比的自由与掌控感，也向他们增收了一笔不菲的爱折腾税。对，但同时，在云端游戏这类新技术的推动下 ，Linux 让为宇常桌面系统的可行性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在我们今天探讨的所有资料中，都贯穿着那条核心的张力：便利性与控制权之间的权衡。一位部落客因为 Windows 更新失控而愤怒，这是一个因为便利侵犯了控制权而产生的问题。没错。另一位部落客因为要手动安装驱动而花了45分钟，这又是一个因为被要求太多控制权而牺牲了便利的问题。完美的作业系统似乎就存在于这两者之间那个难以企及的黄金平衡点上。所以最后想留给你的问题是，在你的数位生活中，你的那条线画在哪里？你愿意为了得到完全的控制权，放弃多少便利？又或者你愿意为了享受极致的便利，交出多少控制权和自由？